嗨，大家好。自去年7月，相隔26个月的探火发射窗口期，阿联酋、中国、美国先后发射，开启了自己的火星之旅。在飞行了近5亿公里后，3个探测器先后飞抵火星。最先抵达的也是最先发射的阿联酋希望号，通过急刹车，于2月9日19时40分顺利进入火星轨道，成为世界上第5个绕行火星的国家。前面分别为美国、苏联、欧空局和印度。紧接着第二天2月10日南方小年夜，中国的天问1号也成功实施了火星捕获制动，开始了环绕火星模式，成为第6个抵达火星并绕行的国家。最后发射的美国毅力号虽然最后抵达，但却率先完成了着陆。北京时间2月19日，美国的毅力号在抵达火星后，以2万公里的时速冲进火星大气层，这几乎是地球音速的16倍，而后再通过降落伞和喷气推进器进行减速。当靠近登陆点火山口表面时，自动导航到平稳的着陆点，避开巨石、悬崖和沙丘，成功完成着陆动作。这个与3个月后天问1号即将实施登陆的方式可以说非常相似。当然，其中最酷的是属人类将第一次在火星上将一架小型无人直升机飞向天空。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美国的毅力号最后抵达却这么快就着陆了？难道美国人技高一筹吗？并不是，原因很简单，美国毅力号此次的任务只是着和巡2步，绕直接省略。也就是说，它将并不像天问1号一样先进入火星轨道绕圈圈后再择机着陆，而是如流星一般直接冲向火星。而这种方式美国也确实驾轻就熟，此前多次表演过。1996年的探路者号、2003年的勇气号和机遇号都是通过直冲而下、降落伞加气囊的方式一颠一颠的成功着陆。而以毅力号这种降落伞加反向推进，最后悬停释放火星车的方式，此前2011年发射的好奇号也成功完成过。再加上只有着陆器而不带火星车的凤凰号和洞察号，美国对于这种登陆火星的方式经验可谓极为丰富。当然也并不是100%。1999年的火星极地着陆者号就失败了，但不管怎样，成功率依然高得吓人。所以毅力号如法炮制，依旧采用了这种方式。那为什么对于探火经验如此丰富的美国，不像中国天问1号一样也来个绕着巡一次3连呢？原因是一键3连太难了，可以用地狱难度来形容。此前的尝试全部失败，欧洲2003年和2016年分别进行了2次，虽然绕都成功了，但都倒在了第2步着上面，巡就更加无从谈起了，只留下了2个绕行火星的轨道器卫星。所以美国并不是不想，而是一次3连确实没有把握。所以在接下来的回计划中，美国选择与欧洲合作，在2026年的窗口期将分别发射2个探测器去火星。美国发射1个，直接按照如上的方式直接冲向火星，着陆后取回毅力号采集的火星样本。欧洲则发射另1个，完成此前实现过的绕，并等待美国的探测器取回样本后，在环火轨道完成对接，一起返回地球。这个绕、着、巡、回一次4连将由双方合力完成。至于为什么美国人不选择一次发射并独立完成这项壮举，是不是有什么难以突破的技术瓶颈？这个恐怕就要去问 NASA 了。注意，如图所示，其实美国在1975年发射的海盗1号和2号是完成过一次性绕加着2步的。尽管没有火星车，但也并非全无经验。那为什么时至今日不再尝试了呢？原因是此种的深空探测任务可不是简单的复制就能完成的。现代的火箭技术、着陆器和火星的吨位和材质、着陆过程的序列指令、地火通信技术，甚至探测器完成全部任务所实现自动化的编程语言，都与半个世纪前完全不同，可以说几乎是全新的尝试。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曾经在上世纪70年代实现过绕着火星，但在新世纪屡战屡败的原因。很多人会说，1969年美国实现了载人登月，中国的嫦娥计划只是在追赶人家几十年前的技术。此言真是诧异。如果真的可以如此简单复制，美国又何苦迟迟无法重返月球呢？至于阿联酋这次的希望号，跟2013年印度那次一样，都只是单纯的实现绕行任务，相对简单。在经过几次变轨后，就再无复杂工作了。虽然希望号承载了阿拉伯人的满满希望，但这次却是一次彻头彻尾的美国技术，与2013年美国发射的 Maven 气象卫星一模一样，只不过将推进装置擎天神5号运载火箭换成了日本的 H2A。 阿联酋人全程参与学习并承担全部费用，自然也就获得了冠名权。最后来到中国的天问1号，天问1号不仅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瞩目，也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焦点，因为它将尝试刚才介绍的地狱难度绕着巡一次3连，
如果成功，将缔造历史。这是 NASA 网站提供的天问1号实时追踪图，记录时刻为2月6号上午10点。此时天问1号距离火星只有90万公里了。我们注意左侧的图，红圈处为去年7月地球发射天问时所在的位置。如今半年多过去了，地球已经运行到了左上角这个位置，而天问1号则顺着虚线已经抵达火星。而就在一天之前2月5日，天问1号在入轨之前，距离火星220万公里时，传回来了一张火星首图。我想很多人看到这幅图的第一感觉就是我难道是在楚门的世界吗？天问1号历时半年之久，飞了几亿公里，竟然把火星拍出了月球的感觉。这火星难道不是红色的吗？火星当然是红色的，只不过这幅图采用的是黑白成像。那为什么不拍彩色图片呢？难道忘记带彩色相机了吗？当然不是，之前视频给大家介绍过，重达5吨的天问1号单轨道环绕器就携带了多达7种科学载荷，其中就包括了中高2种分辨率相机，而其中的高分辨率相机在近火点300公里高度的成像分辨率还不到1米，这在各国全部的火星轨道系中已处于领先水平。当然拍出来的是彩色的。那为何首图却是这个样子呢？原因在于这幅图是光学导航敏感器的作品。光学导航敏感器分几种，一种用于在轨航天器的交会对接，这个航天5院的502所已经攻克，并应用在最近成功将月球土壤带回地球的嫦娥5号身上。还有一种则用于深空导航，也就是装在天问1号身上的这个，利用火星图像计算火星的行星位置和视半径大小，再结合估计算法获取探测器相对于火星的实时位置和速度信息。这种光学导航敏感器则出自航天8院之手。我在上大学时，学校还曾组织我们去航天8院参观过。茫茫宇宙，距离上亿公里，但靠地面测控站为航天器导航确实不靠谱，因此自主导航就成为必须。这是去年上海工博会上展出的应用于天问1号的光学导航敏感器。硕大的镜头非常霸气，它可以在1000万公里的距离识别出火星，还能自主适应火星从点目标到面目标，从弱目标到强目标的火星图像识别和特征点提取，从而完成对位置、速度等导航信息的获取。真可谓太空中的千里眼。这有点像我们公司在实现自动驾驶时做的目标检测、特征提取、特征匹配，再到目标轨迹跟踪，原理有些相似，但算法肯定不同。这是天问1号的光学导航敏感器在飞离地球120万公里后回头拍摄的地月合照，同样也是黑白的。原因在于光学导航敏感器在乎的是成像图片的辨识度和特征点提取的有效性，根本不在乎颜色，而且彩色的灵敏度也弱于黑白，所以天问1号所拍摄的火星首图实际上是一张功能性图片，用于目标识别和导航，而非给普罗大众观赏的美图。不过急什么呢？等到天问1号稳定入轨后，还怕没有海量的彩色图片欣赏吗？天问1号在传回首图后，确定了与火星的相对位置和速度，紧接着2月10号成功进入了火星轨道。不过此时的轨道是所谓的横着绕。何为横着绕呢？我们回到这张图，天问1号被甩出地球后，按照诺曼转移轨道飞向火星，也就是虚线部分。按照这个轨道到达火星，入轨时与火星的黄道面，也就是火星绕行太阳的平面角度接近。尽管火星自转倾角约为25度，但这也就接近所谓的横着绕了。不过我们从小上自然课就介绍过，火星上的水冰与干冰存在于南北两极，而有水的地方自然有存在生命的可能。横着绕显然只能看到茫茫黄土戈壁，想要一探火星上的水资源，就要竖着绕。于是大年初四2月15日，天问1号上的3000牛发动机再次点火攻测，在原火点来了一次垂直变轨，也就是侧手翻，成功从横着绕变为竖着绕，并将近火点高度调整至265公里。当然也不是说不能直接从霍曼轨道提前变轨，直接切入两极轨道一次性完成。美国的2001火星奥德赛号就这么做过。不过这样做测控难度就会增加，风险也会加大。美国之所以敢这么玩，是因为他们此前毕竟积累了丰富的飞掠和绕圈经验，而首次出征的天问1号此行任务的重头戏显然是在后面，完全不需要在绕这一步就玩这种高难度，稳妥第一。至于在宇宙中这个侧手翻到底是如何实现的，怎么从横着绕就变为竖着绕了呢？我们毕竟不是物理专业毕业，解释的也未必清楚，感兴趣的小朋友可以去请教一下李永乐老师了。
在此之后，天问1号还将通过数次调整，将椭圆轨道变为近火轨道的小圆，并且从首选着陆点乌托邦平原掠过，拍摄大量高清图片，仔细观察并开展与着陆区的成像探测。3个月后，也就是5月至6月期间，轨道器与着陆器分离，最紧张刺激的时刻开启，我们将迎来此次任务的重中之重——着陆。天问1号能否创造历史？到了那时，我们一起屏息以待吧。等一下，上次说的火星车命名怎么样了？给大家更新一下，在超过140万个真名中初选定了10个，分别为红翼、麒麟、哪吒、赤兔、祝融、求索、风火轮、追梦、天行、星火。而其中天问1号的副总设计师评定哪吒，而投票仍在进行中。目前有火神之称的祝融拔得头筹，接下来是星火和哪吒。投票截止日在2月28日24时，而最终会花落谁家，我们也一起拭目以待吧。好，那本期视频我们就录到这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